大家好，我是瓜皮儿，本期带来《X 战警》第2期前传《金刚狼》。1845年，年幼的罗根体弱多病，而哥哥维克多也是这样熬过来才长大的。罗根的父亲来看望儿子，维克多对他的父亲充满了敌意。此时，维克多的父亲突然闯进了家中，还亲手杀死了罗根的父亲，绑架了罗根的母亲。仇恨让罗根的身体长出了骨爪，兽性爆发的罗根手刃了他。最后，他却告诉罗根自己才是他的亲爹，罗根和维克多才是亲生兄弟，他因此被当成了怪物。一个人跑了出去，维克多追上了他。他告诉弟弟：“我们是兄弟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。”两兄弟从此走上了流浪之路。他们经历了自己国家的所有战争，包括1战、2战。两人迅速自愈的基因让他们在战场上驰骋多年，而哥哥却变得不再像当年了。他杀人如麻，强抢少女，嗜血的性格让他们被判处了死刑。睡醒后的两人被史崔克救出了牢房，他召集了各种身患异能的人，组建了一支特别小组。还未成为死尸的韦德，现在的宇宙还没有被罗根逆转未来，所以这个时空在后面将会被改变。但是不管在什么宇宙里，健健他就是健健。罗根晕机的毛病让队友嘲笑不已。这个小队里除了健健，就只有约翰与罗根产生了交集。他们凭借自己的绝技杀入了大楼，健健开门杀反弹了他们所有的子弹，空手劈子弹后杀死了所有的人。而史崔克带他们来的目的是为了艾德曼金属。他们来到了流出艾德曼金属的村庄，问不出结果的史崔克命令维克托杀死了所有无辜的村民。罗根劝不了自己的哥哥，决定和他分道扬镳。6年后，罗根已经和自己的爱人凯拉隐居在了山上，他放下了刀尖上的日子，当起了普通的伐木工人。小资生活让人羡慕到不行啊！而曾经的队友已经改头换面，在街头卖艺。维克托找上了昔日的队友，杀死了他。曾经在战场上的经历让罗根总是做噩梦，白天他还是照常的工作着。史崔克找到了他，想要再次拉他入伙。曾经的队友虽然很看不惯他，但是能怎么办呢？打不过呀！转身就走的罗根被史崔克留住。从渐渐开始，队友接二连三被杀害，而维克托就是凶手。罗根不顾他的劝说，扭头去接媳妇儿回家。中途，两个不知好歹的玩意儿激怒了罗根。如果凯拉不在这儿的话，这俩人就要原地死去了。温馨的生活让罗根幸福至极。凯拉给他讲了一个关于金刚狼的爱情故事，但是好景不长，凯拉在回家路上被维克托拦住。罗根也察觉到了凯拉身处危机，他拼命跑了过去，但凯拉已经不见踪影，找到时只剩下了一具尸体。失去爱人让他愤怒不已，他找到了维克托复仇。再次见面，兄弟俩变成了仇人，两人拼得你死我活。罗根多年不上战场，让他败在了哥哥的手里，骨爪也被维克托一脚踩断。为了复仇，他加入了史崔克的计划。罗根不管代价是什么，来到了实验室，他刻上了纪念爱妻的新名牌“金刚狼”。艾德曼金属已经被史崔克提炼成了最坚硬的合金，他将所有的金属注入了罗根的骨骼之中。为了复仇，他硬扛着这种难以接受的痛苦。罗根的心跳变得异常薄弱。当他听到史崔克要抹除他的记忆，用他的 DNA 去改造小岛上的11号实验体时，罗根突然挣脱了束缚，全身植入的艾德曼金属已经让他成为了无坚不摧的金刚狼。他跳进了水中，失去机会的史崔克对罗根下了杀令。裸奔的罗根被一对老人家发现，老爷子给他送去了衣服。看着自己的钢爪，他有了复仇的能力。两个老人家待他像亲生儿子一般，老爷子又送给他自己儿子曾经穿过的皮衣。老奶奶给罗根送来了午餐时被狙击手击中，两个孤寡老人就这样被狗杂种夺取了生命。罗根骑着老爷子的摩托冲出了被炸毁的小屋，一路被这些狗杂种追击扫射。一发火箭弹让罗根纵身一跃，抛烂了直升机。狗杂种已经不成狗样。罗根警告史崔克，野兽已经被你激怒，你等死吧。他伸出钢爪，点燃了泄漏的机油。真男人从来不回头看爆炸。他找到了唯一相信的队友约翰。他们之所以接二连三地退出史崔克，是因为他们的任务总是狩猎变种人。为了得到史崔克口中的小岛的位置，罗根就必须打败发福的老队员。一记铁拳下去，问出了地址。维克托一直在和史崔克在岛上合作改造变种人，凯拉也成为了其中的牺牲品。但是现在只有一个人对小岛了如指掌。史崔克对罗根无能为力，
只有用艾德曼金属制成的子弹才能来打败他。为了让11号更强，他们决定去找下一个 DNA 摄取对象。学校里的镭射眼也被维克托和史崔克活捉了。罗根找到了唯一从岛上逃出来的排皇雷米，而维克托再次追杀了过来，与约翰打了起来。尽管他可以靠心灵传输来躲避，但是最终还是死在了他的手里。雷米误以为罗根是来抓他回去的，他操控手中的扑克牌将罗根打出了赌场，而约翰的 DNA 也被维克托提取。眼前的维克托才是他的目标。沉迷自我的雷叔被狼叔一手扣住，增强后的罗根再次与哥哥迎来对决，钢爪让他有了打败哥哥的能力。雷米突然直升机降落，一棍震停了两人。维克托抓住了机会开溜，雷米再次拦住了罗根。连环夺命操过后，两个人不打不相识。罗根答应他杀死所有折磨过他的人，他也决定带罗根去岛上。再次晕机的罗根被雷米嘲笑不已。他们来到了岛屿，罗根跳下飞机打起了水漂。被改造的11号渐渐可怜的连嘴都被缝上了，这个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。各种的 DNA 全部被植入了渐渐的体内。罗根来到实验室里，发现这里关押着许多变种人同胞。史崔克把改造死士的事情全部抖出来告诉了罗根，罗根却发现凯拉没有死。凯拉配合他们演了一场戏，让罗根有了复仇的心理，这样他才能成功植入艾德曼。凯拉同样拥有心灵控制能力，但他流下的眼泪足以证明他是真的很爱罗根。哥哥一直在旁边看着发生的一切，罗根心灰意冷地离开了。一直为了救出妹妹而演戏的凯拉再次被史崔克欺骗。维克托想要真正杀死凯拉时，为了爱人，罗根再次杀了回来。兄弟俩再一次开战，满腔怒火的罗根想要杀死哥哥，但他的理性最终战胜了兽性。凯拉告诉了他真相，他决定救出所有变种人。看着自己的同类被折磨得不成人样，狼叔再一次成为了救世主。但11号已经改造完成，集各种能力为一体的改造版渐渐拦住了罗根。唯一让狼叔感到欣慰的是，他终于不逼逼了。两个人展开了皇城 PK， 自己兄弟哪就砍我。妹妹配合镭射眼救出了所有人，一个声音也指引着镭射眼逃脱的路线。面对开挂般的死士，狼叔也无法一个人打败他，哥哥赶来救下了他。兄弟俩人面对死士也是有些吃力，释放镭射眼的死士灼烧着狼叔的钢爪。哥哥为弟弟分散注意力后，超高温度的艾德曼金属直接斩断了11号的头颅，到死都不让人省心啊！史崔克掏出了艾德曼子弹，虽然这样杀不死他，但是可以夺走罗根的记忆。兄弟两人不计前嫌，雷米也赶过来救下了即将被压垮的罗根。雷米是真的自恋，凯拉已经身受重伤，他最后告诉罗根自己是真爱。本应该大团圆的结局被史崔克摧毁，他击中罗根数枪，最后一枪正中头部。最终凯拉控制了史崔克，但他不想成为和他一样的杀人凶手。他命令史崔克转身走到双脚流血为止，而逃脱的孩子们也被教授查尔斯接走。他一直在帮助他们走出困境。逐渐恢复的狼叔却失去了记忆，连雷米都不认识了，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谁。看着倒下的凯拉，罗根根本记不起任何的回忆。他决定启程去寻找自己的故事。片尾里，史崔克终于走到双脚流血才被人带走，而罗根则是一人饮酒醉，他来到了日本。本期节目到此也就结束了，欢迎订阅关注瓜皮的栏目，下一期 X 战警不见不散。